更重要的还是大法师看到了李长寿今日的表现，发现这个金蝉子今后对人教很难构成什么威胁。等金蝉子再次成长起来，李长寿也不会原地踏步，到时候再对付这个家伙，应该也只是稍微动动脑子活动一下指节的事儿。故大法师当时决定不去强杀金蝉子，只是尝试了断这一段因果。大法师说的是：准提师叔，此鸿蒙凶兽欲害我人教弟子，何该被我人教弟子斩灭？云上的老道淡然道：怎么，贫道之薄面尚不足吗？大法师的笑容渐渐收敛，抬头注视着云端霞光处，身形依然挺拔。空中云若山岳，下方人如大泽。大法师道：师叔若如此说，弟子不敢多言。只是师叔，今日之因果，该当如何了结？既我来者，因果可灭。倘若金蝉再对我人教中人出手，又当如何？缘起缘落，自有缘法，既有前因，自生后果。宣都大法师双眼略微眯起，而躲在大法师袖子中的李长寿此时却是感慨不已。这就是圣人吗？这骚话随口就来啊，完全不在意有什么实际意义，纯粹就是摆明了告诉你，今天这金蝉我准提护定了，你爱咋咋地。这还是大法师出面，若是换做我李长寿，估计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，准提道人就会送我一记七宝妙术。至此大法师也只能退却，继续说下去，准提道人估计还会用一些假大空的话语随意打发。李长寿此时蹭着大法师的胳膊，传声道了一句：大法师，弟子斗胆，您可以点一句，不知西方要用这金蝉作何？这般鸿蒙凶兽便是洗清了业障，也不应入圣人法眼才是。既然无法斩杀金蝉子，那就坏金蝉子成为圣人弟子的机缘呗，将今后的麻烦程度降到最低。大法师眼前一亮，依言而行。果然准提圣人改变了应对策略，就听这老道言道：此金蝉早前曾袭我师兄金身，故欠下我西方因果，今后当有一场缘法于他，让他为我西方大兴现出法身。今日贫道已亲来此地，莫非师侄觉得贫道的面皮还不够？大法师笑道：师叔言重了，您既然开了金口，弟子今日自不会为难这只金蝉。只不过这金蝉乃鸿蒙凶兽，恶果累累，师叔贵为圣人，竟亲自现身将他带走，怕会有损西方声名。准提许久未言，而后便道：这金蝉凶性难寻，贫道将他带回灵山，自是要入功德宝池中镇压，再渡其神魂。师侄多虑，离开吧。得了此言，宣都大法师拱拱手，也并未再多说什么，转身迈步，身形消失于天地间，回了海神庙后堂。这就是圣人，可以不必讲什么道理，金口一开，便是大法师也只能够暂时退避，回家暗戳戳的生气。海神庙中，李长寿胸口那天地玄黄玲珑塔缓缓浮出，对着大法师和李长寿传递灵念。这般灵念在大法师心底化作哪般嗓音口吻，李长寿自是不知，但是在李长寿的心底响起的却是：干他呀，大徒弟，你怕啥啊？准提就是一水货，真动手他真不一定是你对手啊。就他那七宝术还能刷得动咱不成？上古就试过了，那术根本就不行，就是欺负一些没有重宝的准圣人和小先天灵宝。你把涂老大他们喊过来啊，正面刚他没问题，绝对输不了。大法师沉吟少许，言道：我倒可随心所欲，却不可逾矩。若我对准提圣人出手，其实也是扫了老师的面皮，且圣人神通莫测，
与天道交融，与天地连通，绝非众宝多就可战而胜。小塔颤了颤，顿时收敛霞光，似是在生闷气。李长寿在旁边道：大法师，是弟子思虑不周，只考虑他如何金蝉脱壳，并未考虑到他保命神通会是这般。若当时能将部分指导人藏在侧旁，在灵棒末端再续上一次，就无后事了。此事非你之过，你已做得十分出色。若是让我有你这般修为去行如此之事，必然做不到如此干净利落。不过经此事，长寿你也可安心，西方之人必不敢再对你直接出手。言说中，大法师在袖中取出一张玉符，将玉符轻轻一推，递给了李长寿。今日见你以水遁之法，竟几乎能甩开那只金蝉，方知长寿你天赋最高的地方就在这遁之一道上。此物拿去吧，本想让你安心修行，勿要多分心在这些术法神通上。李长寿双手将玉符捧过，小心翼翼地朝其中一看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从今往后哪门遁术咱没有？乾坤遁术。这个遁术的名字很简单，就叫做乾坤遁。但根据字越少事儿越大的定理，这普普通通的3个字眼绝对是了不得。谢大法师赐法。李长寿将玉符收起，自然不能够立刻感悟。大法师笑道：今日你也算见到圣人了，可有什么感悟？弟子其实没什么想法，也没能看到圣人的模样，略有些遗憾。大法师，此事弟子觉得还可以继续操作，不应就此算了。你想如何做，尽管说来。弟子想借龙族之力散一些消息出去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仔细思虑，缓声道：比如远古有凶兽名6翅金蝉，生性凶残，残杀无算，其神通广大，有极速善乾坤术法。若能够捕到此凶兽，不可直接打杀，其蝉蜕可用以炼制灵丹，服此灵丹者，未长生者可长生，金仙可圆满自身道境。借此给那西方施压，让金蝉无翻身之日。玄都大法师眼前一亮，随后便满是赞叹地看着李长寿。那正在生闷气的天地玲珑玄黄塔也是轻轻震颤，霞光再现，玄黄气息不断地落下，2缕灵念传入李长寿与大法师的心里。这是从哪嘎达捡来的宝啊？这心黑的都快赶上咱老爷了。李长寿和大法师不由得面面相觑，完全不敢接话，当真是有被吓到。玄黄塔离开的时候有些恋恋不舍，口中骂骂咧咧的，他当真就想赖在李长寿这儿，护着李长寿到处闯荡，四海虾浪。李长寿虽然很想点头答应，但撑了撑自己的胆儿，只能够再三感激，谢玄黄塔前辈护命之恩。虽然此前的斗法之中，玄黄塔并未发挥半分的威能，但这是一份保障，一份安心，是李长寿梦寐以求的安全感。而且大法师不在身旁，李长寿的本体也只会在山中修行，本身也没什么乐子，玄黄塔估计很快就会腻了。大法师将李长寿送回渡仙门，李长寿则是目送大法师回了天庭兜率宫。地下密室中，李长寿将自己所做的计划推开，开始重新思量。弹弓的脸皮之厚，行事风格与李长寿此前所料的那般有些微不同，这脸皮是真的厚啊！不愧是能够说出洪荒与我西方有缘的存在，这般圣人若是直接出手捏死自己一个人教小弟子，李长寿都不会有半点意外。尤其是今日自己在准提圣人面前打过了照面，今后怕是要更小心一些了。坚持稳在山中10万年不动摇。李长寿检查了一下身上的防推演小玩意儿，仔细感受着玄黄塔所留的道韵，而后细细的体会，又察觉到了一缕隐晦的与玄黄塔有些相近的道韵。
那就是为自己遮掩根脚，截断推算的人教教运重宝太极图的少许威能。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玄黄塔这般灵宝竟然会是如此性情，当真不知太极图、烽火蒲团这等重宝又是哪般脾性呢？若都是一些暴躁老哥，那当真是热闹非凡了。李长寿轻轻呼了一口气，自袖中拿出2枚铜钱放在自己前面。此前在海神庙中，趁着大法师在，李长寿已经是暗中尝试用功德来运养这2枚铜钱，并没有什么异象出现。此时这2枚铜钱上的那层包浆已经褪去大半了，整体呈现出一种亮金色。李长寿的双手抵在这2枚铜钱上，又在自己体内调出了少许天道功德，注入铜钱之中。2枚铜钱轻轻震颤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颤鸣声，一缕微弱的灵念传递到了李长寿的心底。然而宝物与宝物之间的差距就此得到了直观的体现。像天地玲珑玄黄塔这样的，不仅能跟执掌者主动交流，还可以说学斗，还可以与生灵十分的接近，知圣人老爷之命，活跃的像是一个100万年都说不出话的话痨。这2枚李长寿原本期待了许久的铜钱，只能对李长寿表达亲近喜悦之意。他们拼尽全力，也就在李长寿的心底放下了一份感悟，还是最简单的使用说明书。李长寿仔细地体悟了一番，眉头轻皱。这宝物也非自己所想的那般神奇呀，它们蕴含的大道是人之道中的买卖义物，即什么宝物都能待价而沽，用此铜钱可将其买回。因兵势可坏义势，所以落宝铜钱无法对兵刃类的法宝发挥作用。既是买卖，持有落宝铜钱的一方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铜钱只是一种货币，是被赋予的价值，而赋予它价值的便是功德之力。简而言之，若用落宝铜钱去落灵宝，就需要耗费自身功德。所落宝物品阶越高，自身功德就消耗越多，甚至天道还允许功德为负。这也就验证了李长寿此前的推测，功德与业障可以相互抵消，但两者并非是消除那般简单。李长寿不由得陷入了沉思，我的功德还要用来凝聚功德金身，可不能如此浪费。此时来看，我拿了落宝铜钱的主要作用就是帮赵大爷挡了一灾，降低了云霄仙子入劫的因果。算了。李长寿摇了摇头，对2枚铜钱温声鼓励了几句，便将它们收入一方锦盒，纳入了底牌库中。随之李长寿拿出一张布帛，开始细细地谋算金蝉子后续之事。他要打一场舆论战，让西方圣人不会收金蝉子为徒。如果金蝉子只是一个取经法宝人，那自己后续操作空间也就更大了些。今日其实是西方教说了一阵，准提圣人亲自现身保驾金蝉，这就是自落面皮。只是没有想到这圣人老爷的脸皮太厚，对此浑然不觉，也就让大法师和李长寿感觉到自己没赚到什么。哎呦，用了72只灵豹指道人，库存又紧张了一些。李长寿的仙师扫过小琼峰后山，看样子要去搞一些1000年的灵树移栽回来了。李长寿眨眨眼，也是有些后知后觉。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谬论，莫非就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？哎呦，这种微妙的神话历史参与感。于是李长寿更有底气了起来。李长寿也难得的雷厉风行了一把，定下对金蝉的算计之后，就立即开始执行。神念梦境中，李长寿对敖乙仔细叮嘱了半个时辰。小龙一边思索一边点头，也不知道是否是读了那本经文的原因，
敖乙此时答应话时，都会仔细的思索一阵儿，再开口言说，这让李长寿更为安心了几分。教主哥哥，此事可有还要叮嘱的？这金蝉之事不必操之过急，只需要徐徐吐之，让此事尽量的被更多生灵所知晓便是。这金蝉此前被大法师所伤，恢复元气怕也要数千上万年。敖乙重重的点点头，却有些欲言又止，目光也有些闪动。有话说就是了。教主哥哥。敖乙心事重重的叹了一口气，对着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随后便问，那蟠桃宴可有什么玄机？玉帝陛下是否也会对龙族直接出手？李长寿背负起双手，轻叹道，我对你透个底吧。莫要对人言说，前几日在西海时出手伤金蝉的那名天将就是玉帝，只不过掩藏了行迹。什么？敖乙不由一愣，李长寿又道，你可知玉帝陛下修为有多高？玉帝陛下的神通法力怕是不弱于三教内的各位名声响亮的高手，更有天道之力加持，实力深不可测。莫要忘了，玉帝陛下是紫霄宫出身，在道祖身前修行漫长岁月。听教主哥哥这话，敖乙连连点头。李长寿又道，当日陛下发现出现在海面上的西海龙宫高手元神有异样者，10之5、6。什么？敖乙不由大惊失色，怎会有这般之事？我这就去找父亲。几位龙王应是默许了此事，你怎的又急了？给你的经文，回去之后抄写300遍，抄写完之后将所有的纸张布帛焚了。敖乙顿时有些不解，但还是点头答应。